大家好，我是水星本星。如果你是第一次到访的小伙伴，这里是女性向以及主要推荐 BL 日漫好书的频道，喜欢的话欢迎点击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选择全部，让我们每个礼拜或是几个礼拜都可以再见。也欢迎大家追踪我的 Instagram， 快来找我玩哦。整个2023上半年最热门的话题就是 ChatGPT。从一开始的大家驻足观望，感觉还只能问一些很难的事，像是什么论文啊，或者是技术面的事情，到现在都已经往普及的路上飞快奔驰哦。大家也开始用 ChatGPT 了吗？水星已经试着用在翻译、汇整资料，我试过写脚本哦，那就普通啦，短期脚本还是会水星自己来写。有一天我突然就想，如果我叫 ChatGPT 推荐 BL 漫画给我，他会推荐什么给我呢？马上试了好几次哦，偶尔他会给我一些莫名其妙的答案，他真的有时候蛮爱乱回的。别说 BL， 很多时候推荐的根本就不是漫画。但是在几次尝试之下，我发现有一个名字重复出现，而最后我问了这一题：如果只能看一本 BL 漫画，你会推荐我哪一本？意外也不意外，没想到连 ChatGPT 都这么识货。那今天我就来好好推荐这部作品 Given 被赠予的未来。玩乐团的高中生上山立夏，某天在午睡的秘密基地遇到抱着故障吉他睡着的佐藤真冬。立夏帮真冬修好了吉他，触及了真冬心里静止的某一处。他缠着立夏教他吉他，立夏无奈之下把他带到自己的乐团，乐团里还有研究生贝斯手中山春树以及大学生韦秋燕。立夏不情不愿地开始教真冬吉他，没想到某天意外听到真冬的歌声，深深震撼了他的心，邀请真冬加入自己的乐团当主唱。没想到一直缠着他的真冬却拒绝了他。另外，真冬的过往传到立夏的耳里，曾经与真冬心灵相通、深爱彼此的另一半游记，因为与真冬的争执口角，选择了离开。真冬受困于这个事件，一直活在无法言明的悲伤里。另一头，春树跟秋燕也维持着忽远忽近的距离。春树在遇见秋燕的那一天，交错的眼神令他心头一颤，从此就像祈愿一般留起了长发。但就算最后越来越靠近，春树也从来没有跨出那一步。秋燕是出名的帅哥，也是渣男，至今仍住在高中就认识的前男友家里，变成了室友兼炮友的身份，关系时好时坏。这份至高无上的爱情残忍的让他们伤害彼此，最后只剩下痛苦，却没办法画下句点。Given 在台湾这2-3年内迅速窜红，变成这5年内 BL 作品里的代表作，但它跟其他作品不同在哪里呢？首先来说，它是怎么开始受关注的。从2019的动画化起， Given 开始受到不同以往的关注，搭配着乐团的背景设定，让 Given 的可看性变得更高。就算不看作品，单听歌曲也非常令人印象深刻。 BL 作品通常在动画化后都可以得到跟以前完全不可比拟的关注度。 Given 也从2020开始连续4年都在 BL 大赏最佳系列漫画榜上有名，也由此可见，好作品有时真的就是差个曝光度。后续主要描写春树与秋燕的恋爱线的电影版也在2020秋天上映，目前续篇故事的电影版也确定下来了，真是令人超期待的。总结来说，这部作品的相关影视作品奠定了它被广泛认识的基础。再来要谈到 Given 的细部剧情，故事从立夏与真冬的相遇展开，他们与乐团的另外2位主角开始了他们的第一首歌。在这个过程里，真冬开始整理过去，直视痛苦，面对失去。他有了新的生活，新的喜欢的人，游记被他放进心里最珍贵的抽屉里，这个过程并不容易哦。
秋燕与天才小提琴手村田宇月相遇的第一个瞬间就被他的音乐震折，而后更是深深爱上这个情感丰富的人。宇月其实也用心的爱着秋燕，却更放不下小提琴，他们的关系开始互相折磨。这时春树出现了，春树像温暖的阳光，愿意接住秋燕的一切，但秋燕在上一段关系伤痕累累，也利用了春树的温柔，伤害了春树。秋燕终究愿意为了春树把自己变成更好的人，逼迫自己过起新的生活，而新的生活舒适的令她惊讶。但与曾经的自己做个了断，与曾经深爱的人彻底道别，终究像灵魂分离肉体般疼痛。刺伤老师以他电影镜头般的分镜出名，描绘角色的心境尤其深刻，很多时候都不用太多的文字赘述，会用不一样的镜头去引导读者了解当下角色的想法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一部处处留白但有线索让观众有思考空间的文艺电影，跟每一个动作都要清楚传达，内心戏还要 zoom in 演员的脸，再加上台词以免观众不知道这个角色在想什么的那种8点档。看是都看懂了，但就是差一点美感。这个剧情的细致度让这部作品可以一看再看，读者每次看都可以有一点不同的观点，也让各地读者都碰撞出各种讨论。除此之外，这部作品的另一个亮点就是立体鲜活的人物结构。这部作品没有谁是谁的陪衬，提早离席的游纪不是真冬与立夏恋情的铺垫，很多情节都证明，如果游纪没有离开，基本上应该没有立夏什么事。游纪是美好的，是独特的，只是遗憾而已。但却也是巨大的遗憾。真冬走出对游纪的眷恋，放下过去的懊悔，都不是简单的事。立体的人物设定搭配精致的剧情呈现，读者可以共情真冬那无法好好传达的伤痛。而宇月与秋燕更是令人无奈的结果，他们两人的关系就像宇月说的，是互斥的磁极，互相折磨，互相消耗。宇月无法接受因为这段关系而失去音乐的自由性，却又深深爱着秋燕。宇月像一般人一样遇到了心爱的人，谈了恋爱，可偏偏他不是一般人。在平凡的村田宇月之前，他是燃烧灵魂、追求艺术的小提琴手。有些读者觉得宇月跟秋燕都有渣的一面，我倒是不觉得。很了解自己，知道自己最在意什么，这件事情本身有时候就很残酷。当你决定要登峰造极的追求最重要的事物，其他事情都只能是第二重要的事。理智很清楚，跟情感上剥夺的很痛苦，这也是同时存在的。宇月只是对待自己狠心，对秋燕也狠心罢了。宇月跟秋燕本身也是一个完整的故事，这也不是秋燕与春树恋爱的铺垫。这里比较少提到立夏与春树，不是因为比较不喜欢他们，而是如果要说到剧情亮点，相对真冬与秋燕的痛苦，立夏与春树他们两个人的温柔率真相形见绌。但可不要忘了，要不是有他们，真冬跟秋燕都无法放下过去，变成更好的自己。真不好说是谁比谁强大哦。每一个主角各自是独立不完美的个体，各自矛盾挣扎，放下与被放下，成就了这个作品跃然于纸上的真实。这部作品就讲到这里，希望水星的解说让大家稍微了解这一部作品，有兴趣的话一定要去找全册来看。希望 Given 带给我的感动也可以带给大家。这部作品在3月底日本发行的杂志 Cherry Plus 迎来了完结篇，虽然于读者来说都是难过先浮上心头，但结尾就水星来看真的收得很好，超过预期的好。谢谢刺伤老师给读者带来这么好的作品，大家一起坐等台版完结篇。记得我们之前说，如果有朋友一直嘴硬不肯尝试看 BL 漫画，就推荐他佐佐木与宫野入坑。Given 也是初心者友善，推荐给想初尝 BL 威力的新同学哦。
喜欢水星介绍的 BL 作品，请购买正版实体漫画或电子书，支持作者继续出最好看的漫画。喜欢水星的影片，欢迎订阅、按赞，让我知道你喜欢这一支影片，留言跟我说你的感想。今天这部作品的讨论度比较高，大家要友善讨论哦。好香的书多看一本，多幸福一秒。水星爱大家，我们下次见喽。